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井上裕之先生所著的《让人生自由的真正金钱使用方法》这本书。随着高龄少子化、劳动人口减少以及通货膨胀和利率下降等问题日益严峻，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生100年时代。与此同时，人均寿命延长也意味着我们将面临生活成本和医疗费用的持续增加。在未来，经济压力将会更加沉重，这会令不少人倍感不安。尤其在前几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，许多人对未来的焦虑感愈发强烈。然而，作者井上先生身边的一些人却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，从来不抱怨经济的困境。那么，他们为什么没有金钱方面的焦虑呢？答案其实并不复杂。这些人并非拥有大量的存款，也不是故意忽视未来的风险，更不是靠着极端节俭或者拼命存钱来实现财务自由的。他们掌握了一种能让金钱持续流转的方法，深知只有合理的使用金钱，金钱才能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。这些人不仅擅长赚钱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懂得如何花钱。他们明白，尽管赚钱、节约和存钱固然重要，但我们最需要培养的是正确使用金钱的习惯。当你学会合理使用所赚取的财富时，你会发现它可以产生超越金钱本身的价值，甚至在未来能以更大的回报回到您的手中。这种思维模式正是那些没有金钱焦虑的人们的共同特征。对于那些每天担忧未来经济状况、因收入减少或生活变化而感到不安的人来说，掌握正确的金钱使用方法是摆脱经济压力、实现理想生活的关键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仅有金钱不足以带来幸福；第二，通过金钱流通让生活更加充实；第三，不为金钱所困的人是如何思考的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仅有金钱不足以带来幸福。在生活中，金钱对每个人的意义和用途各不相同。它可以是维持生活的工具，增进人际关系的手段，提供精神上的安定，甚至是提升社会地位的象征。根据金融经济学，金钱有3大基本功能：一、价值尺度，金钱以数字形式衡量商品和服务的价值，成为判断价值的标准；二、交换媒介，金钱作为交换工具，用于商品与服务之间的价值交换；三、价值储存，与实物不同，金钱不会腐坏，可以存入银行或保存在家中，以保持其价值。然而，作者认为金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，那就是感恩。金钱不仅仅是交易的工具，更是传达感恩之情的载体。当我们付款时，心中带着感谢对方满足了自己的需求的情感；而在收款时，我们也应以感恩的心态接受对方的支付。因此，金钱的流动不仅是交易，更是情感的传递。金钱支撑着经济系统，同时也传递着感恩之心。有些人可能觉得花钱或收钱会令人不安，对此，我们不妨尝试转换一下思维。通过花钱和收钱，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是由他人、事物和经历共同支撑着的。金钱的流通使感恩在人与人之间得以传递，因此无需对使用或接受金钱心存顾虑。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金钱等于感恩的本质，花钱和收钱的过程将变得更加舒适和愉快。我们应该每天对那些带给我们快乐的人和事表示感恩，并支付相应的报酬，同时接受他人的感激，体会这种感恩所带来的充实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思考一下，收入增加是否一定会提升幸福感呢？关于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，世界各地的学者们进行了多次的研究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·卡尼曼的研究指出，年收入7.5万美元是幸福感的一个分界点，在超过这个金额后，幸福感的提升将不再显著。日本内阁府的数据也显示，当家庭年收入达到2000万至3000万日元时，幸福感趋于稳定。然而，金钱与幸福并不完全等同，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标准各不相同。
有些人收入很高，却时常感到不满；也有人收入不高，却每天都笑容满面。幸福感的来源取决于个人的感受和价值观。即使拥有巨额的财富，如果缺乏感受幸福的能力，依然会心生不满与不安。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感受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本身并没有绝对的意义。幸福与不幸的判断源于我们的主观评价。举个例子，有的人因蛀牙而感到痛苦，认为这是一件不幸的事，而另一些人可能认为，正因为及时发现了蛀牙，才避免了更大的健康问题。因此，幸福与不幸并非客观存在，而是由个人的感知所决定的。无论拥有多少财富，认为自己幸福的人就是幸福的。即使拥有无尽的财富，如果感到不幸，那他将永远都感到不幸。仅仅拥有金钱并不足以带来幸福，幸福需要各方面的平衡。有些人虽然拥有很多财富，却缺乏心灵的满足感；有些人有数亿的存款，却因为工作无意义、健康不佳、缺乏朋友而感到孤独。虽然他们很富有，但内心却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幸福。根据全球最大的舆论调查公司盖洛普经过50年的分析，覆盖了150个国家，揭示了提升幸福感所需的5大要素。这5个要素是：1. 工作幸福感； 2. 人际关系的幸福感； 3. 经济上的幸福感、财富； 4. 身心健康的幸福感； 5. 社会关系和社区的幸福感。根据盖洛普的分析，在这5个要素中，仅在一个领域取得高分是相对容易的，66%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。然而，所有5个要素都取得高分的人仅占7%。这表明，即使在经济上满足了幸福感的需求，许多人依然缺乏其他幸福构成的要素。回想那些即使拥有数亿存款却不快乐的人，他们在经济上虽然达到了幸福，但在其他领域却存在着严重的缺失。对金钱的过度执着，无论是追求财富还是节省开支，往往会破坏这5个要素的平衡，导致他们成为不幸的富人。一些人认为，只要比别人有钱，我就会更幸福。成功者等同于富有的人，有钱代表正义，没钱就是失败。这种信念驱使他们不断去追逐财富，甚至排挤他人，牺牲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，并炫耀财富以获得优越感。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不平衡的。不幸的富人在金钱使用上存在着严重的偏颇，忽视了利用金钱来平衡生活的价值。相反，幸福的富人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不会执着于赚钱或积蓄，而是根据自己的工作状态、年龄和家庭情况，把钱花在当前真正需要的地方，以保持生活的平衡。例如，他们会为了维持体力，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在饮食和运动上；在事业刚起步时，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。随着团队成员的增加，他们努力建立信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。要成为幸福的富人，关键在于不是挥霍金钱，也不是享受积累财富的满足感，而是用金钱来维持生活的平衡。幸福等于平衡。当然，如果问有钱好还是没钱好，答案无疑是有钱会更好，因为金钱能带来更多感受幸福的机会。拥有金钱的4大好处是：第一个好处，增加人生选择的多样性。在没有钱时，许多选择无法实现，而有了钱以后，不仅可以选择使用或不使用，还可以进行更广泛的尝试。无论是开展新事业、学习新知识，还是治疗疾病、购买优质的食材，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选择。在拥有金钱后，我们可以从众多选项中挑选出最优解。丰富的选择带来了更多的体验，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开阔。第二个好处，防止不幸的发生。有了钱以后，我们可以提前应对健康问题、老年破产、企业倒闭等生活中的各种风险，从而有效减少不幸的发生。第三个好处，获得精神上的稳定。要想获得安心感，首先需要解决衣食住的问题。多项研究表明，经济上的稳定有助于改善精神状态。例如，
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指出，有储蓄的人在面对悲伤时会更容易缓冲，而缺乏储蓄则可能加重痛苦和烦恼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成年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收入更高人群的3到4倍。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020年版自杀对策白皮书中提到，中老年人自杀的第2大原因是经济生活问题，且男性的比例更高。实际上，许多人希望通过金钱获得的并非奢侈浪费，而是精神上的安定。这些研究数据表明，拥有金钱确实能更有助于获得精神上的稳定。第4个好处，为社会和他人做贡献。有了钱以后，可以通过实际行动帮助他人，传递价值。虽然少量资金也能实现社会贡献，但有钱的人更容易通过大规模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受益。帮助他人的喜悦将会大大提升生活的满足感。能否享受到这些好处，直接影响着人生的充实程度。虽然金钱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，但它提供的这些好处无疑让生活更加丰富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通过金钱流通让生活更加充实。一些人对积累财富表现出极端的执着，这类人会被称为守财奴。他们常常感到，如果不尽可能多的储蓄，就会产生不安，甚至将储蓄视为一种兴趣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不建议人们过于限制金钱的流通，因为这会妨碍经济自由的实现。储蓄应当有一定的限度，同时保持金钱流动也是必要的。虽然为应对不可预见的风险，保持一定的存款是重要的，但关键在于不要将储蓄或节约本身当作最终的目的。作者主张让金钱流动更有助于人生的平衡与个人的成长。金钱在不断的流转中，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自身的成长，并为社会做出贡献。当我们将钱花在必要的地方时，会形成良性的循环，不仅让自己摆脱经济困境，还能推动社会的繁荣。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个人与企业的过度谨慎，不愿进行消费。这种行为导致了社会资金的停滞，从而使经济陷入到恶性的循环中去。合理支出能够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。如果个人和公司积极进行消费，资金就会不断流通，经济形势也会逐渐改善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工资会增加，国家税收也会提高，从而能强化社会保障体系。因此，单纯将增加存款金额作为乐趣的人，实际上并没有让金钱发挥出应有的作用。这些钱只是在账面上沉睡。让金钱为幸福服务，平衡储蓄与消费，让金钱在个人和社会中流动。同时，支出时应考虑如何最大化满足幸福的5大要素。关键在于思考支出是否能带来绝对价值。绝对价值取决于个体的内心感受，与价格的高低无关，而相对价值则根据价格衡量，与个人的价值观无关。举个例子，有2个苹果，A 苹果售价100日元 ，B 苹果300日元。从相对价值来看， B 苹果更贵一些，但如果 A 苹果是心仪已久的品种或来自重要之人，那么它的绝对价值可能远高于 B 苹果。当人们感受到商品的价值超过其价格时，他们就愿意付出更多的金钱。在选择支出方式时，举例来说，选择打车还是乘坐地铁取决于个人的需求。希望节省开支的人自然会选择乘坐地铁，但对于更看重身体负担减少的人来说，打车可能会更合适。基于这种价值观，作者选择用打车来代替公共交通。为了维持良好的状态，他每月去美容院2次，还请私人教练进行高效的锻炼。在工作期间，他1年中大半时间住在东京，选择住酒店以提升便利性。有的人可能认为，作者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是因为他本来就有足够的钱，但他解释道，这其实是他通过努力工作获取财富后进行的自我投资。自我投资带来了更大的回报。为了在工作中取得成功，
作者在便利的酒店住宿、保持体面形象、减少通勤负担等方面投入了金钱。这些投资帮助他提升了工作的表现，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收入。由此可见，仅仅是单纯积累财富并不足够，重要的是有效地使用金钱，让金钱流动，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。总之，将金钱积蓄作为唯一目标或过度节约，并不是实现幸福生活的最佳途径。通过让金钱流通并投入到真正有价值的地方，我们能够过上更加充实的生活。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，难道不是让私人生活和工作都更加充实吗？不要总是勉强自己，而是将金钱花在对自己有价值的事物上，这样每天的生活将变得更加丰富。如此，我相信您的生活会变得更加丰盈。作者特别提倡积极花钱的2个领域：自我成长和社会贡献。在他看来，这2者都具有绝对的价值。他还提到，当您在这些方面花钱时，能够吸收正能量，从而带来良性的循环。用于自我成长的支出包括参加学习会或研讨会、购买书籍来提升技能和能力，或花钱在旅行、电影、戏剧、音乐、艺术欣赏及其他兴趣爱好上，以获取更多的体验。用于社会贡献的支出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花在社会和他人身上的钱。这也可以理解为支持某个人的金钱。社会贡献不仅仅是捐赠，也包括支持性消费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。从支持对社会有价值的企业的角度来看，股票投资也可以视为一种社会贡献。随着您在自我成长和社会贡献上的投入越来越多，你会发现，这些行为会为您带来更多的财富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大阪大学人类科学研究科的研究小组在研究中发现，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存在广泛交换善意的机制。例如，如果某个幼儿 A 对幼儿 B 表现出善意，而第3个幼儿 C 看到了这一幕，那么 C 往往会选择性的对 A 也表现出善意。这表明那些行善的幼儿，未来会更容易从其他幼儿那里获得善意的回报。这种广泛交换善意的机制不仅存在于儿童之间，在成人社会中也同样适用。因此，当你为社会和他人花钱时，这些善意最终会以某种形式回到自己的身上。那些愿意在自己想做的事情或重要事物上花钱，不吝惜金钱的人，以及那些愿意为他人花钱而不追求私利的人，才是真正懂得如何巧妙使用金钱的人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不为金钱所困的人是如何思考的。以下是一些避免陷入财务困境的思维方式。首先是对上班族的建议。许多上班族常常对低薪或缓慢的薪资增长感到不满，甚至会考虑跳槽。作者也经常接到有关如何提高工资的咨询。如果您在努力工作后却未能得到升职，作者建议您先认真思考以下几点：了解公司的人事评价标准和薪资结构，清楚公司的工资或奖金上调的具体规则，这样才能明确努力的方向，避免走入歧途。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薪资符合公司的规定，并且已经达成了绩效目标，却未能获得合理的薪资提升，那么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寻找认可您能力的新公司。在一些没有明确评价标准的公司，你也可以主动向上司或老板了解他们看重的员工素质，并努力迎合这些期待。接下来是对自由职业者的建议。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，拒绝低价工作至关重要。接受低价意味着承认自身的价值低，虽然偶尔为了长期客户打折是可以的，但频繁降低价格会引发各种问题。一旦被贴上收费便宜的标签，未来的合作将很难摆脱低价的水平。如果价格设置得过低，哪怕有其他公司的推荐，也可能难以提升收费标准。设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是对自身价值的认可。收费过低不仅会影响收入，还可能导致工作质量的下降。相反，合理的高收费会促使您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，赢得客户的尊重。收取较高的报酬将促使您全力以赴，以确保客户满意。
这种努力最终会赢得物有所值的好评，并带来更多的机会。在努力方向明确、收费标准合理的情况下，您的职业发展和财务状况自然会越来越好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